媽媽，我的身體在水箱裡融化了。今天我們來講藍可兒事件。2013年，洛杉磯塞西爾酒店的樓頂水箱成為了全世界的焦點。維修人員打開蓋子的瞬間，一具渾身赤裸的女屍漂浮在水中，衣服散落在水箱底部。死者正是失蹤19天的藍可兒。而比屍體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酒店監控拍下的她生前最後畫面。電梯裡，她反覆探頭張望，像在躲避無形的追捕，對着空無一人的空氣手勢交談，邁着詭異的步伐進出電梯，電梯門卻始終保持敞開，仿佛有雙看不見的手在操控。他離開電梯後，便在酒店內人間蒸發。警方展開地毯式搜查，客房、樓道、通風管道，甚至酒店的每個角落都被翻查殆盡，卻連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找到。一個大活人怎麼會憑空消失？直到水箱裡的屍體被發現，所有人才意識到這起失蹤案遠比想象中詭異。屍檢報告更是讓疑雲叢生。藍可兒身上沒有任何外傷，沒有槍擊、刺傷或勒痕，沒有性侵犯跡象，體內也沒有致命毒素，唯一的異常是少量治療情感障礙的處方藥殘留。可他的房間裡，筆記本、電腦、護照和大量處方藥都完好無損，沒有強行闖入的痕跡，也沒有毒品相關物品，幾乎排除了搶劫、謀殺和吸毒過量的可能。這個在博客裡記錄生活、活潑好動、喜歡交朋友的女孩，既沒有自殺的動機，也找不到他殺的證據。監控裡的怪異舉動，電梯門的反常狀態，水箱裡的赤裸屍體憑空消失的19天，所有線索都指向了超自然的靈異事件，或是一場精心策劃卻沒留下任何痕跡的謀殺。網友們炸開了鍋，刑偵專家、網絡博主、懸疑小說作家紛紛加入推理，甚至有人專門入住塞西爾酒店，試圖還原真相。有人發現藍可兒按下的電梯按鈕中有持續開門的功能，這或許能解釋電梯門為何敞開，而他所在的14樓往上便是屋頂，這也讓他主動前往天台的猜測有了依據。但新的疑問又接踵而至，如果是自殺，他為何不選擇跳樓，反而要跳進水箱？如果是自己跳進去的，又怎麼能關上沉重的水箱蓋子？就在全網都認定這是一起謀殺案時，藍可兒的博客和酒店工作人員的回憶卻揭開了一個令人沉默的真相。博客裡他寫下，如果你聽，你可以理解更多，我能進入別人的大腦嗎？沒有人理解我，我不正常。字裡行間滿是掙扎，他一直在與躁鬱症抗爭，渴望被認可，想通過獨立旅行證明自己是正常人，卻在旅途中擅自停了藥。酒店經理回憶，藍可兒曾在酒店突發癲癇，衝到大廳瘋狂喊道：“我瘋了！”但洛杉磯也瘋了，可當時所有人都選擇了無視，沒人在意這個女孩的求救。她的姐姐也證實，發病時的藍可兒會下意識地到處奔跑，尋找安全的地方躲藏。那個夜晚，停藥後的藍可兒陷入了嚴重的幻覺，在她的世界裡，酒店的每個角落都充滿危險，電梯裡的詭異舉動不過是她在幻覺中自救的掙扎。她逃到樓頂，看到水箱的瞬間，誤以為那是唯一安全的避風港，毫不猶豫地跳了進去。冰冷的湖水讓他瞬間清醒，可無論怎麼掙扎，都無法爬出光滑的水箱壁，最終精疲力竭而亡。至於渾身赤裸的疑問，美國警方推測可能是他想減輕負擔，或是冷水中人體的生理反應讓他脫掉了衣服。而被傳關閉的水箱蓋子其實是警方的記錄失誤，蓋子本就是打開的，卻被誤寫成關閉。這一疏忽讓案件徹底偏離方向，從一場悲劇變成了全網熱議的靈異謀殺案。最令人心痛的是，這場悲劇本可以避免。如果酒店保安能多留意一下監控裡的異常，如果大廳裡的人能對那個崩潰的女孩多一句關心，如果有人能在她掙扎時伸出援手，或許一切都會不一樣。藍可兒在博客裡寫下的“如果你聽，你可以理解更多”，其實是她對世界的求救信號。可這份信號最終被所有人无視。電梯裡的詭異，水箱裡的屍體，被誤解的真相。藍可兒案的詭異背後，不是謀殺，也不是靈異，而是一個精神疾病患者的孤獨掙扎和整個社會的冷漠與忽視。當真相大白的那一刻，沒有懸疑解開的暢快，只有無盡的悲涼。原來最可怕的不是看不見的鬼魂，而是人心的冷漠。